好，来看看今天我老师给大伙带来一个全新的玩法，无伤玩法，来自于我们的《战国传承3》张三丰表演的这么一个玩法。其实呢，这个玩法呢还有一层含义呢，就是速通。无伤跟速通呢，很多人会认为说小狼无伤跟速通是犯冲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犯冲的，但是它又不犯冲。什么叫不犯冲呢？你速通的话啊，如果有必要咱们受伤，比如说受伤骗气儿什么的那种游戏，那肯定是，对吧？但是你无伤的话，你像这个游戏就没有必要了。这个游戏啊，咱们用美女红，对吧？你就是全程不挨打，因为这个游戏你挨打没有意义，你懂吗？挨打之后咱们闪光，利用闪光无敌时间想要打吧，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无伤呢，在这个游戏当中是跟速通不犯冲。这个游戏速通呢，我记得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害怕，因为你打的无伤，你害怕受伤，那么你害怕受伤怎么办呢？就会玩的规一点，对吧？但是这个玩的根本就不规啊，根本就不规。所以说一定要跟大家伙讲清楚这个事儿啊，在不规的基础上，那可就不容易了啊，那可就不容易了。这种情况下呢，你只能知道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说这个你只能记住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反正就干就完事儿了。速通记录我记得应该是低于30分钟了，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好像已经低于30分钟了啊，就是速通。玩的人呢应该还是百鬼啊，好像是如果是轻版的话上来就有百鬼，那如果说是正版的话呢，它不是轻版的话，它就没有上来就有百鬼，你必须要把前3关打掉才能选百鬼跟阿国，但是很少有人选百鬼跟阿国的啊。百鬼阿国还有这个金刚都是人气，说白了啊，人气倒不是说低，就是你玩的低啊。一般就是百鬼啊、老金啊，还有这个影莲啊，再就是现在红其实是最实惠的啊，是吧？你不要扯那些什么这个人的技能好，那个人怎么样。美女红呢，她的技能是特别适合，就是你打什么速通啊，甚至是包括你可以选择就是玩这个摊分啊，对不对？啊，玩摊分也是用红的。玩这个摊分啊，曾经有一个人7天7夜，据说没吃饭没拉屎，然后呢打出了这么一个作品。当然，我认为他是在吹牛逼，他只是在形容打出这个作品有多么的难啊，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好，来看看，这个不是轻版，是原版啊。轻版的话上来就可以选百鬼，而原版呢只有之后才能选。好。用这个技能你也看到了啊，咱们现在呢全程无伤倒不假，而且呢用技能也是用必杀呢，该用也得用啊，就是那个下2个钮那个，然后再就是手里剑，比如说咱们有这个飞镖手里剑，外加那个雷的话是最后一关专用啊。好，第一关咱们选的这个，它这个里面的发音叫伊泰利啊，叫伊泰利，咱眼精神病啊，一个叫伊泰利，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是西班牙吧，还不是什么的啊？对手残玩不了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你们会觉得小狼这个人玩的好简单。当你玩了之后，我告诉你啊，好18连啊，但是没有用。当你玩过这个游戏之后，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你，就是你能掌握到这个游戏入门太难了。好的，2个美女之间的战斗，这个女的就是阿国啊，这个女的就是阿国，选择全程用气儿来打。阿国的胸部非常大，小红的胸也不小啊。你看他这么玩的话是奔着无伤使劲，速通肯定不是这么玩的。好，打完之后他会强制反击，没有小兵的话咱就多打几点。好，最后再一打蹬一腿，然后直接打浮空状态。有的时候连不了的时候他就是浮空，你也好的弹回来，看不看见？看看到底谁胸大。当当当，好，来看看有剧情啊，有唠嗑，单膝跪地，这就是招降了啊，这就是招降了，单膝跪地。好，直接啊，日本啊，日本。他这里一个，你看东京物产，这个日本啊，在名义上它是没有首都的，我们一直说过这个事儿啊。很多人说东京是首都啊，不是啊，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叫京都啊，但是京都也不是所谓的首都啊，这玩意儿也没法说。日本挺逗啊。京都叫一个叫咱们东京热是 Tokyo Hot 啊 ，Tokyo 是吧？然后京都是 Q2， 它是罗马音发音是这么发。我操，这个张三丰这个玩家，我感觉就真的玩这个游戏太溜了啊！
真的这个游戏太溜了。好，直接干啊！你看他这个连招，这个游戏的键子是这样的，A 是这个 A 是重刀 ，B 是轻刀，然后 C 是跳 ，D 是放那个手里剑。好，来看看。来吧，啊，这死掉的时候都是化成骷髅头啊！好，顶回来，哇！好，那边有个游戏机啊，有个游戏机的，正常你要等这个剧情，然后掉下去。好，地铁。战国传承3，战国传承只有3才有人玩啊，感觉什么战国传承1、战国传承2的没有人玩的。这个游戏之前咱们大伙也知道那个征战者对吧？是吧？征战者，霹雳英雄啊，真的是啊。小的时候最讨厌这个黄色这个怪啊，这个黄色这个怪拿刀冲过来怼你，我挺讨厌，有点像那个《三国志》里面那个谁呀、《三国志》里面那个叫，那个赵家五虎啊，赵申、赵楚、赵雄，还有什么赵明，啊，好，这里面手拿剃刀的比较多。你像这个兵手里拿的不是枪啊，拿的是剃刀，还有拿短刀的兵。好，顶掉。直接走啊！这种情况下，它是自动触发剧情的，你就必须要站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打完这个了之后呢，他是选择先搂这个谁啊？先搂这个阿国，然后再打百鬼，然后最后呢再是中国那个兵马俑。这里面中国没有牌面啊，中国呢这个地图呢就是入门关，一般高手都是先打左，再打右，最后再打中间这个中国这关，因为中间这个中国这关相当于入门关。但是为什么这么打，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啊。好，你看这种2管血、4管血的，说秒就秒。好，今晚合金吗？今晚应该不合金了，但是可以考虑给你们放一放啊。嘿呀！好，打了3关可以换人物，确实是啊，也可以换一次。隐藏人物也可以换。轻版可以直接换，所谓的轻版就是功能，我们个人认为就是功能版啊，可以把后续的功能加到这个之前上面来。跳跃重刀、轻刀、重刀、轻刀、重刀切，这个我感觉当时设计这个游戏的人应该是一个 bug 啊，我感觉他好像是我后来我记得我玩那个这个快打旋风 LNS 3.0， 我也是这么玩的。好，这里面为了无伤啊，玩的必须要规一点，选择用下这个技能。下的轻重攻击，它的技能是不一样的。好，再来，这个百鬼手里拿的这个叫月经轮呐，顶叶直虎啸山林，卧槽尼玛乐戈壁啊，反击，他站立不动，你这么打，哎，一个前跑就直接躲开他这个致命攻击，撩起来一踢啊，然后再建个必杀，正好秒掉。这个游戏你看这个连击啊，它那个奖励乘以2，这不是24连击吗？这个奖励呢，就是说，如果是你玩轻版是最爽的啊！你就奖励的话，你打到奖励4，甚至是5，它的攻击力会增加的，它可以秒 BOSS， 就是攻击力就是有点说，你连招连的越多，它攻击力越高。而有的游戏呢是什么？连招连的越多，反而它那个伤害保护、伤害修正了啊，这个是没修正。好，这是中国。下播了放啊，该放啊！今天也确实没啥比赛，我呢也想休息休息。要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陈氏爸爸跟我说啊，我也就那个没来了。正好今天本身有事儿，后来我就还是回来了啊。好，
好。太溜了啊！不，你们真的可以挑战一下。就现在，我告诉你怎么玩，对吧？轻重攻击切换连招，你也可以学习他的。然后当你玩的过程当中，当你上手，你去玩这游戏，你会发现你跟个傻子似的，真的，你可以试一下。现在你就打开模拟器或者打开平台，然后你就玩这个叫《战国传承3》的游戏，然后你会发现你好像智商被侮辱了啊！真的，你智商好像真的被侮辱了。好，他不用这个手里剑的，看不看见？好，昨天不是说今天有灰黑水晶？昨天有，今天没有啊。我这个房间名还没改啊，还没改。我狼大舞厅。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这么连？你不能在地面上连吗？你看地面上连就慢，地面上连真的慢啊。然后这里面连击呢，跟大家伙讲个技巧，就你连招的时候，这个有奖励不是吗？这个连招的奖励啊，你可以选择就是打这个建筑物来继承这个连招，在这个能量不消失的时候，你再打可以继承连招的。而且打这个建筑物呢，你也可以选择对吧，慢点打，你不要一咔咔就干了，你可以选择前撞。前撞人也是可以，也是有伤害的啊，也是有这个连击的。然后这个连击呢是有最后的结算加分的设定，但是加不了多少分。真正摊分啊，不会用那个连击打摊分的啊，加不了多少啊。但是呢，苍蝇也是肉，多打一点的，最后多结算一点点吧，那玩意儿就细节问题了啊。好，来看看。直接走，我们看看，来到了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大哥，我感觉这个地方呢全是文物，然后椅子都是拿竹子做的啊，这个设计真的有点东西啊。这里面这个投技用的真少，而且就感觉你投技的血量也低，对吧？好。直接秒掉，这还有个雷，但是他不要啊。这里面你说进雷吗？我倒觉得还好，没进。这个不是进雷啊，这个武器它没用。但是如果打最后一关的话，可以选择捡9个这个土雷。好，这都是文物啊，吃了完就加分用的。现在通关应该是没有三国快了，三国现在魔张飞现在太快了，都进28分钟以内了，对吧？然后这个这个游戏好像是刚进30分钟，也没有人玩这个 TAS， 没有人用 TAS 玩这个游戏啊。如果有人用 TAS 玩这个游戏，可以考虑怎么聚怪，怎么打。但是呢，冷门游戏啊，就没有人愿意去研究的，因为你冷门游戏我研究了之后，感觉没有人愿意看啊。好，这是一剃包子，来兵马俑，手里拿个剃刀，这也不是兵马俑啊，是说是兵马俑，但是事实上就是你这个是日本的战国的服装啊，是他们那个武士的服装。你看，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是吧？好，再后拉。直接怼死！好的，我们看看，当，它最后那个当，这个音效特别好，这个音效。好，来被一帮食尸鬼包围了，一帮鼠头人啊。然后我们看看，然后马上你看，直接百鬼练了一手大招恶魔，哇！这个招有点像什么呢？忍者棒球里面那个胖子的必杀。好，直接百鬼啊，直接一手百鬼。然后接下来还有3关，这个就应该是巴西。
巴西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啊。这个三国时候呢，张飞不就是嘛，进攻巴西，下一站就到阿根廷了啊，对吧？巴西啊，太狠了！好，百鬼，感觉百鬼这个技能帅啊。好了。这里面有个分岔路啊，这里应该是走上面比较好吧。好，走上路啊。哒，一会儿有一个凤凰啊。这个招就是感觉大恶魔之手往前蒯，他还可以召唤一个恶魔往前打。超必杀就是刚才救咱们那个超必杀啊。百鬼除了对吧？感觉就白头发就叫百鬼啊，这也太狠了啊！感觉他现在这个是为了无伤使劲，两个不一样的兵种，果然他有点难。用技能去打投技，这个跟速通就有点相悖了，尽管他的通关时间还是挺快的。来，一会儿看一下一个神鸟啊！哎，你看这个恶魔，召唤出恶魔啊！啪，哎，你看这个就是神鸟啊！小鸡吃米图，那给头上画一个光圈就是神鸟了。你不能让它飞走啊！让它飞走的话打得慢。好，最后爆了个金砖。想到这个鸟儿，想起那个当时玩那个《仙剑奇侠传》里面有个鸟啊。它那个是技能设定的啊，被撞不掉血，不是它这个是这个游戏的剧情设定的啊，也不能说剧情设定的，你站到那个位置上，反正就是不掉了啊。好，这就是烧鸡腿，我们看看，所以呀。啊，通灵之术召唤了一只蛤蟆级，这手里还有手炮啊！这不知道以为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呢！我操！好，就用恶魔之手往前蒯。主要这个蛤蟆挺烦人的，跳跃轻攻击起手，1、2、3、4，一撩一顶前，然后前撞的时候呢，这个哥们空中防御了，落地，这要用技能来打了。用技能来打啊，下的技能，为了无伤啊，一定要归一点啊。你看他的武器都是通过意念召唤出来的，通过意念召唤出来的一个武器，卡完就没了啊。噔噔，好，直接蒯啊！这里面这个，你看这个不跟那个游戏里一样吗？那个什么霹雳英雄，是吧？一个公司的东西可以拿出来一起用啊。不过这里边我就想说啊，你看这是个鸟吧？这是个鸟吧？这个鸟它是有爪子的吧？它是有翅膀的吧？它是不是一共就只有一个鸟？是不是算上翅膀一共有4个对吧？4个，它有2个爪子，然后身上还有2个大秃的翅膀，算是4个臂膀对吧？就这个鸟，它为什么又有翅膀，然后还有手，然后还有爪子呢？你看，对吧？你看我没记错的话啊，这变异了啊，这个它6只手啊，它啊。除非你告诉我，它那个后面那是披风，它那个翅膀那是披风，不是正儿八经。
哎，这个恶魔真是有节奏感啊，帅逼啊！哎呦我去！杀死之后浑身爆光啊！翅膀是胳膊，爪子是手，没毛病。就是说它的翅膀上长手了，是吧？就是正常它是有爪子，这个就是脚，你们也看到了，它的翅膀上长手了，变异了，是这个意思吧？没毛病吧？啊！好，1、2、3，一蹬一踢，啊！我操，这大胳膊一撩，前踢，哎呦我去！这个鸟为了无伤啊，就不是无伤的办法打它有好多，一旦为了无伤，你们就懂的啊，有点难的啊。这是地狱犬。看了直播才知道有多菜，也没有那么菜了啊！现在玩这个游戏，挺多人都想要一币通关，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啊。菜鸟是玩不了这种游戏的。你像我这辈子，我估计玩不了这个游戏，就是我只能作弊玩。怎么作弊玩呢？就是我记得我当时作弊，我调无限那个什么，无限气儿，然后无限那个撇这个飞镖。啊，玩的劲儿的啊，那随便玩，我不行我就一顿手里剑。哎，这游戏机，这个游戏机好像是5000分的，我记得好像是有1万的黑色游戏机，然后有7000的，有5000的，好像是。好，来看看雾影雷藏啊，3代雷影，雾影雷藏啊，这是狠。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笑傲江湖之这个风云再起》啊，这不是《笑傲江湖》，然后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第3部叫《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然后有一个雾影雷藏啊，那个雾影雷藏虽然说是假冒的，但是也是日本的那个忍者嘛，不是？然后那个雾影雷藏不就是，对吧？跟这个东方不败干，发现根本就是扯犊子啊！好，乘以4了，看看去。这个伤害打的是好，85了还是奖励4，好像再超过100是直接就是奖励5了，一个雷直接劈死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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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翼装飞行劈大树，那叫什么阿鲁巴之王啊？好，这是京都。好，感觉这个恶魔都比我有肌肉啊，看着真的是，嗨。我操，这一套连招真的是帅。要说百鬼为什么是人气最高的角色啊？你就首先啊，他就确实也猛，但是也确实帅啊。红魔鬼，这是斧王冯一贤啊，对不对？嘟，你不知道什么是魔鬼身材吗？啊，这就叫魔鬼身材。我们都说形容魔鬼身材是形容女的啊。
对吧？长发飘飘，魔鬼身材，是我当年16、17岁的时候检验为你的唯一标准。不过后来我也不这么认为了啊，也不一定非点长发，也不一定非点身材，对吧？特别好。有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微胖的，对吧？也有人喜欢骨瘦如柴的。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骨瘦如柴，说句实话真不咋好看。我就不太喜欢太瘦的，但是呢，有人就喜欢特别瘦的，你越瘦越好，瘦到你随便减。你像那个什么啊，说那个赵飞燕和赵合德，说这两个人能做掌上舞啊，吹牛逼的啊，对吧？拿扇子的那个女的就是阿国，不叫阿国，叫阿修好了啊，叫什么阿国呢？真是的。好，1、2、3、4、5、6，歘一撇，手里拿着月经轮啊。为什么？不是这小狼的情妇，你一天天就不上不下的，你搞得我不上不下的你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词儿太行了啊！哈，这个门也是个 BOSS， 罗生门，5重罗生门。这个门一张嘴，一顿小旋风来看，阿里 K 卡哇 Raja， 对吧？阿里 K 拉卡打爆了，这门直接开开了啊！这门是一个4筒啊。苏利亚，这都是什么什么利亚啊？感觉日语这个什么什么利亚都无敌了。好，那个不是那个，应该是他那个凤凰的那个小技能，然后呢，那个技能应该是不费血的，或者说他就是刚出来那一下不算对你造成伤害啊。好，我们来看看怎么说，他们说。出来啊！好，你看啊，这些小兵的血量啊，就是2管血的都无所谓，随随便便用点什么东西就给他打发了，对吧？有气槽的游戏，《快打旋风2》里面就有气槽啊，《快打旋风2》里面就有气槽啊，可以练必杀。是我接触的比较早的啊。好，先把这个 BOSS 打一遍啊，这个 BOSS 就是在中国的那个武士兵马俑，会俄罗斯大作，浑身带火，有无敌效果。这个不太好打，不是他墨迹主要是啊。好，起身压制一下，打完之后爆了一堆大金子啊！好，26×3，哎，没有意义啊，直接过图。这应该是一个地下通道，你看地下还有刺儿啊！哎，就这一帮大脸，小的时候看这个游戏设计的嘚儿喝的啊，
这双大脸感觉怪怪的，怨念啊，这里面都是怨灵的感觉，一堆脸。咦嘿！好，聚到一起啊，这是聚到一起的玩法，一起秒最好。好，是的，全程无伤了啊。但刚才那个很多人诟病的是那个鸟撞了他一下，那是鸟刚出来飞出来的时候。哎呦我这感觉这招像斩首一样啊，就把人抓住之后拿东西一勒，我操，真的爽！一掰，我操，居然在这里练超杀了！这个超杀打不了多少血啊，我个人觉得，而且还慢。如果速通的话，这个超杀其实就是没招了你才能用啊。我其实个人用不着，因为很多技能都是无敌的，还有替身之术啊，没有必要说怎么地啊。这个地图小，你看窄，像这个怪还不好掌握。好，走喽。这老头，哎，你看这个老头长得怎么说？这老头像不像八面佛啊？不，老头就是像那个谁，那个于承惠是不是？是不是叫于承惠？就那个少林寺里面演王仁泽那个是不是？然后那个后来也演了很多那个电影，好像在那个《剑士柳白猿》里面还演那个老头。好，来怨一刀砍，手里拿着斩马刀，这郑国村正啊，这人不倒地的，你看啊，这人怎么打他都不带倒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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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顿吸血啊！集合，你看这些祭司的这个火焰可以加血，但是他就剩最后这一管半血了，你看。哇，这走位太风骚了，直接怼死他，这样也不倒，直接单膝跪地啊！倒是不能倒的，这辈子不能倒的，做生意又不可以做，对不对？这里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是吧？好，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张三丰给大伙带来了这么一个精彩的一个全程无伤，先用红再用百鬼，全程无伤的这么一个通关，最后封印了。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